很难想象，眼前这个颓废的中年男人，居然是曾经雄霸一方的爱美爱主帮派老大。武道回到过去，希望阻止东莞内部分裂，拯救阿坚。但是，一番调查之后，他发现比亲兄弟还亲的 Miki 和阿坚根本不可能闹掰，那么阿坚就极有可能死在了3号和爱美爱主的帮会斗争里。于是，武道又回到现在，和智人一起去找曾经爱美爱主的帮派老大内，询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然而，两人来到建筑工地，才发现长内居然已经落魄成了比武道混得还惨的临时工。而且一提到当年的事情，长内的情绪就变得非常激动。他们的确和东莞打了一架，但是阿坚真的不是他们杀的。阿坚的死亡，东莞的分裂，那场架就是开始的导火线。这一切全部都是那家伙一手策划的。长内明显非常害怕那家伙，剩下的怎么也不肯多说。但毫无疑问，有个人在幕后通过长内让东莞内部分裂，让 Miki 和阿坚反目，那么东莞和爱美爱主就绝对不能开战。带着阻止两帮交战的任务，武道再一次回到过去。这一次醒来，他正坐在好友阿敦的后车座上，现实里那个憔悴绝望的阿敦浮现在眼前。武道一时百感交集。阿敦的梦想很简单，就是成为一名美发师。武道和他约定好会成为阿敦的第一个客人之后，借口有急事赶去了东莞集会的仓库，鼓起勇气让 Miki 终止和爱美爱主的战斗。但他这种无法说出理由的无理要求，明显无法被大家接受。阿帕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拽着武道就是一顿打。不是你的死党和女朋友被欺负了，你不知道疼是吧？你怎么又一穿越就在挨打？吴小道，你真的好惨。Miki 说出口的话不能收回，战斗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武道是铁了心的要阻止，他能给出的理由也只是背后有人在操纵，一旦打起来，东莞就完了。阿坚相比其他成员都要成熟，他明白武道不是无理取闹的人，于是向 Miki 提议，不如先调查一下。武道只没想到他的行动适得其反，反而让阿坚和 Miki 的意见相左。仓库里气氛微妙，而就在此时，长内带着大帮主爱美爱主成员居然主动找上了门。长内一拳打趴了冲上来的阿帕，这场战斗根本无可避免。爱美爱主的成员将几人团团围住，武道实在无法将现在嚣张的长内和未来落魄的临时工联系在一起，结果被长内觉得武道看不起他，对着武道的脸就是2拳，这倒霉孩子都快成挨打专业户了。阿帕一把拽住长内还想对武道施暴的手，他的对手可是自己。武道还想上去劝架，却被阿帕一把推开了。阿佩蹲在武道身边安慰他，可别小看了阿帕。然而武道担心的根本不是阿帕会不会输，而是阿坚会死啊。阿帕确实厉害，但架不住对面的场内学的是拳击，而且招招砸脸，正面吃下了场内几招直拳之后，阿帕满脸是血，已经开始意识模糊了。阿佩一看夸早了，就要跑上去救场，然而却被 Miki 叫停了。这是阿帕一个人的战斗，只要他还没有放弃，谁都没资格插手。又是几招之后，阿帕倒在了 Miki 怀里。Miki 在一群人的嘲笑声中一言不发地走向场内，仅仅一脚，战斗结束。一群人都被这一脚吓傻了，东莞是他的东西，只要有他在，东莞永远不会输。然而长内这个不守武德的居然搞偷袭，抄起地上莫名其妙出现的碎酒瓶，就朝毫无防备的 Miki 冲去。阿坚大惊之下挺身拦在了 Miki 面前，下一秒鲜血四溅，阿坚一记膝踢正中长内腹部，把人打得吐血，彻底晕厥，首领被打败，剩下那群小喽啰也没一个敢反抗。突然警笛声响起，警察来抓人了，场内聚集的不良顿时做鸟兽散。武道很疑惑，这场纠纷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就要结束了吗？未来场内话里的导火索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一切当然没结束。阿坚刚想让爱美爱主的人把他老大带走，阿帕却突然持刀冲上前，对着长内就是一刀。无论如何，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长内的。阿坚惊呆了，谁能想到阿帕居然真的动手了？他一把推开长内，逃走的人听到争执，一回头也懵逼了。长内生死不明的倒在地上，阿帕根本不打算逃，他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警笛声越来越近，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要遭殃。阿坚捞起想要拽回阿帕的 Miki， 拔腿就跑。警察到场之后，逮捕了不少爱美爱主的不良以及自首的阿帕。逃跑路上，武道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，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艾玛接到阿坚的消息前来陪床，武道这才得知，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，Miki 和阿坚已经吵起来了。具体原因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，但是事情好像越闹越大。东莞内部也开始分裂成2派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东莞果然因为那场架起了内斗，艾玛哭着扑到武道身上，因为姿势实在太羞耻。武道再次被赶来探病的日向误会，虽然担心东莞，但是武道这段时间因为要静养，根本无心他顾，闲着无聊只能拼拼图玩。阿坚带了西瓜探病，长内没死，阿帕因伤人被判1年。不过一提起 Miki， 阿坚就一肚子火，一拳砸了武道花3天才拼好的拼图，说自己和 Miki 玩完了，东莞到此为止。武道一听这哪行，小命都不要了吗？
武道追着阿坚下楼，正好遇上也来探病的 Miki， 结果两人就在武道家里吵了起来，越吵越凶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两人愣是把武道家里能砸的宝贝全砸了一遍，气得武道火冒三丈，也不管对面是不是东莞的首领就要揍人。结果 Miki 一闪，武道自己重心不稳，栽进了垃圾堆。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别人，不明白吵起来会给周围人带去多大麻烦，仰慕他们的人也会跟着对立。再这样下去，东莞会四分五裂的。本来挺严肃的气氛，在 Miki 一句"你头上有屎"之后，彻底变成了喜剧。武道也没有想到 ，Miki 和阿坚居然因为一坨屎就此和好了。两人互相道了歉，他们一个想帮阿帕脱罪，一个尊重阿帕的选择，所以才起了争执。不过现在两人和好了，没有内战，3号的阿坚就不会死了。武道长出一口气，他总算是做到了，好事成双。日向红着脸邀请5号、3号一起去祭典，艾玛也趁势邀请了阿坚。3号当晚，两对小情侣甜甜蜜蜜的约着会，天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雨。武道带着日向到小树林里躲雨，孤男寡女，气氛正好。武道鼓起勇气准备和日向亲亲，手机却响了。武道气急败坏的接通，却被好基友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虽然 Miki 和阿坚和好了，但是他们手下的人还是不服气。Miki 派正策划对阿坚动手，这场内斗还没结束，如果不尽快阻止，阿坚会死在今天。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武道只好抛下日向去找走远的阿坚，却无意间撞进了青将和爱美爱主勾结，密谋杀害阿坚的场面。偷窥被发现，武道再次被打得跪地求饶，被青将困住手脚扔在了原地。武道又绝望了，他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他没有变强，面对青将还是个只会道歉任人大骂的废物，根本谁都救不了。如果他是 Miki 或者阿坚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了。就算面对如此狼狈不堪的他，日向还是献上了温柔一吻。他不是 Miki， 也不是阿坚，武道就是武道，是会为了别人泪流懊悔的武道。在日向的鼓励下，武道再次鼓起勇气跑出祭典，正好遇上骑车赶来的三谷。三谷也知道了阿坚要被袭击的事，不过他的怀疑对象却是阿呸。Miki 想用钱帮阿帕摆平，但是阿坚不同意，多亏了武道阻止两人争吵。现在东莞内部普遍认为阿帕被抓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但是和阿帕亲如兄弟的阿呸却无法接受。阿呸认为东莞抛弃了阿帕，于是联合爱美爱主的残党围剿阿坚。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，三谷在现场发现了阿呸的摩托，同时阿呸也找上了阿坚。阿坚知道对方来者不善，于是让艾玛先走，却没想到阿呸根本没想和他单挑，而是搞起了偷袭。武道带着三谷顺着新闻报道阿坚的死亡地点赶去，地上已经横七竖八躺着被揍趴的人，阿坚脑袋冒血，正在一人围殴一群爱美爱主残党，虽然气势很强，但当头挨了一棒没事才怪。看到三谷之后，阿坚也终于撑不住了，三人对一群，他们这边其实没什么胜算，别提出三谷一个能打的，剩下一个受伤，一个废柴，武道还得防着青将偷袭。突然摩托车轰鸣， Miki 及时救场。原来阿呸把 Miki 约到了别的地方，自己带人偷袭阿坚，事后再将所有事情推给 Miki。Miki 走上前质问阿呸，这不是你的作风，到底是谁怂恿你的？队伍里一个左手罪右手罚的男人走了出来，他自称是爱美爱主的代理会长半间修二，此人绝非是长内那种半吊子，不仅轻松挡下了 Miki 的踢击，还将手下的人治理得服服帖帖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把 Miki 和阿坚赶尽杀绝。爱美爱主100人对东莞4人，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。武道不明白事情怎么越来越糟，现在已经不是阻止青将就能解决的事了。正在剑拔弩张之时，摩托声再次响起，三谷松了一口气，谁会单枪匹马独闯这种险境啊？他早就通知兄弟们了。果然，东莞旗帜飘扬，摩托穿过大街，一番队长场地，四番队长和田，五番队长武藤带着各自的人马出动了，战斗一触即发，两拨人瞬间冲向对方，在停车场打成一片。东莞的每个队长都战力爆表，以一敌十，打得爱美爱主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只有武道在浑水摸鱼，多个人都能把自己摔伤了。他还惦记着阿坚会被青将捅死。Miki 一拳一个小炮灰朝着阿呸逼近，阿呸勾结外人偷袭阿坚，触及到了他的底线。然而阿呸也有自己的理由，他无法接受阿帕的结局，无法做到袖手旁观。如果东莞要舍弃阿帕，他就只能和东莞为敌。阿呸一拳一拳砸在 Miki 脸上， Miki 既没有躲也没有还手。Miki 搂过阿呸的脑袋，让他看着自己。阿帕被他抓，他也很难过，但是一旦他和阿坚闹掰，整个东莞都会四分五裂。他没想过大家会因为这样而内斗，如果揍他能让阿呸回来，那他愿意让阿呸揍到消气为止。阿呸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这场架打得也差不多了，到处都是躺尸的两队队员，还在找阿坚的武道和青将擦肩而过，手里的尖刀赫然已经沾了血，嘴里喃喃自语自己成功了。武道惊骇的转头，路灯下阿坚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